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4、5月份待播剧含金量真高，热巴肖战成一神仙打架，剧粉太过瘾。肖战饰演的藏海立于倾盆大雨中，手持火折点燃案卷，火星在雨幕中挣扎明灭，而他眼底的阴鸷与决绝，仿佛能穿透屏幕灼伤观众。这一幕不仅让粉丝高呼权谋美学天花板，更拉开了4月剧集市场顶流混战的序幕。古装男神的诸神黄昏，杨洋白衣剑舞登上热搜榜首时，《凡人修仙传》的官微却陷入争议漩涡。原著粉翻出原著中韩立相貌平平的设定，质问剧方为何选角杨洋，这张脸走在街上怎么可能不引人注目？有网友挖出杨洋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中的游王片段，将其与《凡人修仙传》预告中御剑飞行的镜头对比，严厉还是那股我很帅的劲儿，韩立的隐忍克制呢？面对质疑，剧方放出杨洋素颜练习御剑动作的花絮，试图用原声台词加亲自上阵挽回口碑，但评论区仍被求别毁经典的声浪淹没。权谋与武侠的信仰之战。优酷总部某会议室里，运营团队正为《藏海传》与《富山海》的排播策略争论不休。前者是郑晓龙操刀，肖战领衔的权谋大剧，后者集结成一语老戏骨的武侠巨制，两部同属库场的 S+ 项目，本可错峰收割流量。突然官宣《富山海》定档4月15日，直接撞档《藏海传》4月12日开播计划。这是要逼我们自相残杀。优酷某高管在内部群怒斥《藏海传》首播数据必须压过《富山海》，否则下半年招商全完。战场另一端，诚意粉丝已在超话发起《富山海》播放量冲刺计划，是要证明武侠未死。疯批美学 vs 穿书玄学。《藏海传》最新释出的朝堂狼人杀片段中，藏海与内阁首辅的博弈堪称教科书级心理战。他轻抚茶盏边缘的细微动作，配合陛下想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平衡的台词，将权谋的幽深诡谲推向极致。富山海的观众则沉迷于萧秋水、李晨、周镜像对决的脑洞，诚意分饰的少侠与反派在进攻交手，见光折射出万千身影。弹幕刷爆，这才是武侠打戏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两部剧的豆瓣专组里，权谋派与武侠派已展开信仰辩论。藏海算计的是人心，萧秋水追寻的是道义，你说哪个更高级？没有快意恩仇的江湖，算什么中国故事？平台博弈下的牺牲品。所有人聚焦肖战成一之战时，淮水竹亭官微悄悄撤下了4月25日开播的公告。刘诗诗青衣直敌的定妆照仍在热搜榜上，评论区已被溜粉成瘾竹叶篇又要埋的骂声攻陷。张云龙粉丝在超话发起的抵制平台不作为联名信，至今未得到官方回应。悬疑剧的降维打击。白夜剧场总监看着沙尘暴的实时数据，嘴角泛起笑意。这部没有顶流加持的悬疑剧，凭借锅炉焚尸案的硬核推理，开播3天即登顶孤舵热度榜。剧中法医揭开尸骨腹部时的特写镜头，半融化的糖葫芦签贯穿脏器，让悬疑剧的童年阴影冲上抖音热榜。当我们用顶流剧引流时，沙尘暴这类剧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。他在内部会议中敲着 PPT， 熟人社会加剧本杀叙事，这才是悬疑赛道破圈的关键。他题材的绝地反击。山河枕的制片人没想到，宋希与丁禹兮的叔嫂文学会引发伦理争议。魏运抱住长嫂腰肢时，我满脑子都是这能过审。某微博大 V 的吐槽获得 3.2 万点赞，更多观众为处于策马救夫的镜头热血沸腾。他红衣银枪挑开敌军箭雨，发丝掠过染血面颊的镜头，被剪辑进内与女将军名场面合集。比起小情小爱，
战场女战神才是观众想看的。这条获赞5.7万的评论，或许揭示了古偶转型的新方向。流量时代的演技修罗场，《藏海传》拍摄花絮曝光后，肖战手抄的《资治通鉴》笔记登上知识区 UP 主解析视频。藏海地奏折时用拇指压住边角的细节，源自明代公文《成帝规制》。一位历史博主逐帧分析，这才是权谋剧该有的质感。而程毅在富山海片场连续吊威亚8小时的监控录像，被武术指导发上抖音。现在肯这么拼的年轻演员不多了。这些幕后故事正在重塑观众对流量演员的认知。当肖战演技觉醒和程毅打戏内娱天花板同时挂在热搜，这场较量早已超越简单的数据之争。我们究竟在为什么买单？某影视区 UP 主的最新视频里，将《藏海传》《富山海凡人修仙传》的预告片交叉剪辑，画面在藏海的朝堂算计，萧秋水的江湖恩仇，韩立的仙侠奇遇间跳跃，背景音渐强。当资本用顶流绑架选择，用 IP 收割情怀，真正的佳作该往何处去？这条视频下最热的评论写着：“我怀念长安12时辰和沉默的真相并存的时代。”这条评论正在被沙尘暴剧粉截图传播。谁说现在没有好剧？只是你们眼里只有顶流。平台数据中心的午夜时分，优酷工程师盯着《藏海传》43.2%的市占率松了口气，转头却看见富山海的实时弹幕量反超2个百分点。折腰用户画像显示，58.7%的观众是40岁以上女性。这场4月荧屏之战，没有人在乎输赢，因为真正的赢家早就在为5月档期排兵布阵。